极氪001作为极氪品牌的首款量产车型，其前卫的设计、卓越的性能和超长的续航能力，在推出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2023款极氪001，搭载了140千瓦时大电池的千里续航套装，提供了1032公里的续航，成为曾经市场上最长续航的纯电 EV。然而，令许多消费者和业内人士意外的是，极氪001 2023款 W1 版140千瓦时千里续航套装，在短短一段时间后便宣布停产。目前上市的2025款极氪001已经没有1000公里的续航版本了，最高的只有750公里。这是为何？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电动汽车技术的快速发展，续航里程成为消费者购车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那些有长途驾驶需求的消费者，超长续航车型无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极氪001 2023款 W1 版140千瓦时千里续航套装的出现，恰逢这个需求的高潮，成为市场上的一款千里电动车。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消费者对续航的需求逐渐趋于理性。虽然1000公里的续航看似吸引，但对于大部分日常通勤的消费者来说，这样的续航超出了实际需求。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普通家庭每天的出行距离往往不足100公里，而即便是较长途的旅行，充电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使得长时间驾驶时的续航焦虑得以缓解。因此，极氪001 140千瓦时版本的超长续航，实际上并未能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核心需求。极氪001 2023款 W1 版140千瓦时千里续航套装虽然提供了极为强大的续航能力，但与此同时，它的售价也相对较高。大容量电池不仅增加了车辆的成本，也使得车辆的整体售价居高不下。在电动车市场中，价格与续航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续航是一个重要考量，但价格也同样不容忽视。高价位的车型往往仅限于一部分高端消费者，而对于大部分市场中的普通消费者而言，极氪001 140千瓦时版本的高售价意味着购买门槛过高，导致其市场需求未能达到预期。近年来，电动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随着国内外汽车品牌纷纷推出新一代电动汽车，包括特斯拉、蔚来、小鹏、理想等企业都在不断优化其产品线，推出续航长、智能化强、价格适中的车型。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极氪001 140千瓦时版本的定位显得有些过剩，特别是对比其他同类高续航车型，其在性能、智能化、价格等方面可能未能形成足够的差异化优势。这也使得极氪001的140千瓦时版本未能成为市场主流，进而影响了其销量和市场表现。极氪001 2023款 W1 版搭载的140千瓦时大电池组，不仅提供了超长的续航里程，同时也大幅提高了车辆的生产成本。电池作为电动汽车最核心的部件，其成本占到整车成本的较大比例，特别是高容量电池，其原材料的成本相对较高，而生产工艺要求更加精细。因此，140千瓦时电池组的成本较高，直接导致了极氪001 140千瓦时版本的高售价。这种高成本在实际市场中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尽管电池技术不断进步，但大电池的成本始终较高，特别是在电池供应链和制造能力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持续生产140千瓦时版本对极氪来说可能存在较大的经济压力。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池能量密度逐渐提高，车企可以通过更小、更轻的电池组实现相同或更长的续航。这意味着未来不需要依赖过大容量的电池就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续航需求。极氪可能已经认识到，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较大电池组的使用成本将不断上升，而采用能量密度更高的新一代电池，能够在保证续航的同时减少生产成本。因此，极氪可能决定暂停140千瓦时版本的生产，以便集中资源开发更新的电池技术和优化现有产品。目前，全球电动汽车行业都面临着电池短缺和供应链紧张的问题。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增长，电池的需求也急剧上升，供应链的压力逐渐加大。极氪如果继续生产140千瓦时的高容量电池版车型，不仅需要大量电池资源，而且还面临电池生产厂商的供应能力和生产周期问题。因此，极氪可能决定暂停该版本的生产，以便集中资源和生产能力满足其他车型的生产需求，或者在确保供应链稳定的前提下，再考虑重新投入生产。极氪作为吉利集团推出的高端电动品牌，
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创新的技术和出色的性能打入高端电动汽车市场。然而，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极客可能会重新评估其产品战略，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实现品牌的长远发展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高续航版本的极客001可能并不是极客品牌的长期战略重点，特别是考虑到电动汽车的智能化、自动驾驶等技术已经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要素。因此，极客可能决定暂停极客001 140千瓦时版本的生产，转而聚焦于更具市场需求和更具竞争力的中低续航版本，或者推出新的车型来抢占市场份额。极客001 140千瓦时版本的停产也可能是基于市场反馈的结果。尽管该版本在续航能力上表现优异，但从销量和消费者反馈来看，其价格较高、配置复杂的特点可能使其未能获得足够的市场支持。极客可能根据市场数据和消费者需求调整产品策略，放缓或停止某些高续航、高配置版本的生产，以便通过更符合大众需求的车型来赢得更广泛的市场份额。随着中国政府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政策逐步完善，未来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政策和法规可能发生变化。例如，政府对大电池容量车型的支持可能逐渐减少，更多的政策可能会倾向于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智能化、共享化发展，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续航性能。因此，极客可能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对车型的生产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符合未来的市场和政策要求。随着全球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问题成为电动汽车产业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容量电池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资源消耗和环保压力。随着电池回收技术的不断发展，车企可能更加关注电池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极客或许出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决定减少大容量电池的使用，转而采用更符合环境要求的电池技术。尽管极客001 140千瓦时版本在技术上拥有出色的续航能力，但在市场接受度、价格、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挑战，使得这一车型未能成为极客品牌的主流产品。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成熟，极客可能会推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继续在电动汽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感谢收看本期视频，觉得有兴趣的可以点个赞和关注，下期不见不散。